你买股票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的要寻找十倍股呢？你觉得十倍股容易找吗？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会分享如何可以增加我们找到十倍股的机会，让我们财富滚雪球滚得更快更大。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十倍股，让财富滚雪球。那我觉得投资股票能让我们更低风险，赚更多的钱。更快的让我们财富滚雪球滚大的，就是要投资十倍股。但是很多的朋友觉得投资十倍股很难找到嘞，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十倍股的关键。我们要让股价提升的话，其实有2个方法可以做到的。第一个当然是这个企业的盈利增长啊，我们看的是 earnings per share 每一股的盈利增长。另外一方面是它的 PE 的增长，因为股价就等于 PE 乘上 earnings per share， 那股价的增长也就这2样东西，也就是 PE 的增长和 earnings per share 的增长。清晰这一点有什么重要呢？那我们就看到要盈利增长10倍好像很难，但是盈利增长5倍可能能做到。如果盈利增长5倍 ，PE 只要增长2倍，乘在一起的话，股价就涨了10倍了。如果盈利只涨了3.3倍 ，PE 也增长了3.3倍，结果也是10倍。如果盈利只增长了2倍，但是 PE 增长了5倍，结果也是股价可以增长10倍。所以这样的话，涨10倍就不是那么难了，因为我们有2个途径，而且中间是个乘号，只要2个一起增长，中间再乘的话，10倍股就能得到了。所以有了这条公式之后，我们就可以转下去，先看盈利的增长。那10倍股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盈利要未来一段时间有高速成长的可能性。那可能这家公司在它发展的早期盈利还不是很多，甚至还在亏本，所以一旦它持平赚钱之后，因为盈利这个分母还比较小，它要增长10倍啦、5倍啦、2倍啦，还是可以发生的。当然，也有些公司它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市场又特别的大，所以让它的盈利也是长时间可以高速的增长。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可口可乐和苹果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这里其实也带出了投资10倍股的其中一个好处，因为它未来的盈利增长有很大的空间去增长，所以我们买了之后就不会怕涨了50%了，要不要套现了啊？有些股票我们买它的时候，因为它便宜，但是它涨了50%之后不再便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套现。但是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套现了这些盈利和资金，再投什么股票呢？记得我们每一次买卖的时候，不光是要做功课，还是因为我们小股民做买卖的时候信息处于劣势，每一次买卖都可能出错，有所损失。所以买了一个10倍股，因为它未来盈利增长有很长的一条跑道，可以不断的增长下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拼命的获利离场了。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每一次买卖的时候我们小股民处于劣势蒙受的损失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可以找到盈利增长的企业？我觉得人工智能现在到了一个可以商业化的时代，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赋能出来的产业有很大的机会。ChatGPT. ChatGPT. OpenAI, the San Francisco based startup that created ChatGPT, opened the tool up for public testing in November 2022. In under a week, the AI model amassed over 1 million users, according to OpenAI's CEO. 另外，逆全球化也会对中国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生产供应链重新洗牌，带来危也带来机。有一些得意的企业能够把握这个逆全球化带来的真空的机会的话，未来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那新冠疫情现在是变成了常态，人们的生活不再被打断了，但是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彻底的改变了，而且是回不了以前的。在这个 lifestyle 生活习惯的改变当中，也会带来很多的商机，特别是电子商务、物流还有医药保健方面都是机会处处。再加上全球暖化带来的挑战，很多地方要达到碳中和、清洁能源和电动车
带来的商机也是非常的大的。那当我们在看早期的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的是用老板的视野眼光去看一个公司，而不是一个会计师的财务技巧。因为在早期的公司里面，它的营收还是非常的小，它的盈利也不太重要。我们更重要的是用老板的眼光去看这家初创企业在未来的市场发展和竞争里面有没有机会能够胜出。如果它胜出的话，会不会有很大的暴利的机会？它占有了市场之后，又有没有护城河可以抵挡竞争者或者新加入的公司跟它去竞争？那看完盈利增长一部分，我们再看一下 PE。在熊市的时候，投资者普遍都是比较谨慎，所以这个时候 PE 会低一点。现在我们看到股票市场的 PE 也下来了很多。到了牛山的时候，资金泛滥，特别是有很多新的投资者加入，整个市场的气氛又是非常的亢奋，在这个时候 PE 就会很高。我们看到美股在2021年泡沫爆破之前，整体的 PE 是接近40左右。那当然 PE 如果是很低的话，那未来这家公司盈利增长的时候，市场发现它了之后，很多人去追捧它，它的 PE 就会增长。所以我们要找到 PE 很低的公司的话，一定是要在普罗大众找到之前。所以如果你是听某一位大师介绍啦，某一个杂志讲解这只股票啦，有可能这个公司的 PE 已经是很高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是要在普罗大众找到这只股票之前先发现它，这个时候 PE 可能还是很低的。当我们买入了，最理想的是这个时候才是其他的人去发现，传媒的报道、大师的推荐，到时候普罗大众去买，资金的追捧，把这个 PE 就提高了。那当然，一个好的公司还要没有被人家发掘到，是有点挑战的。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么容易找到的话呢，全世界的人都发达了，对不对？但是你照着这个方法去找的话，你找到的机会就会大一点。还有一点，我们在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去寻找，而不要局限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个股票的选择可能不多，但是我们放眼全世界的话，我们找到的机会就会多一点了。著名的投资者 Templeton、Jim Rogers 都是在全世界寻找机会的。马上给大家2个例子。第一个是苹果，苹果在 iPhone 推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非常喜欢 iPhone， 所以当时呢，我们2个都买入了苹果的股份。我太太到今天还是一股没卖，赚了已经是超过20倍了。我们看一下，当时苹果的 earnings per share 才只有 0.37 美元。到了2021年年底的时候，股市最高峰的时候，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已经超过6块美元，而它的 PE 在2009年的时候才只有 17.5，到了2021年年底的时候是超过了29，所以 earnings per share 增长了16倍。PE 也增长了接近2倍，所以它的股价是涨了超过20倍。那另外一家我很喜欢的公司是 Nvidia， 在2016年的时候，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才只有 0.53 美元，到了2022年的1月底的时候，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已经涨到了 3.85 美元，涨了超过7倍。而它的 PE 从2016年的时候 26.75 涨到了2021年的 63.54，涨了超过2倍，所以它的股价也从14块涨到了244块，在这6年内是涨了17倍。那当然你可以说现在这些股价都跌下来了，也正是这样，当股票市场调整了之后，再次带来机会，让我们可以在更低的 PE 重新找到高速增长的10倍股。那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买股票的时候是专注选择投资10倍股。我相信这样可以让我更快的、更低风险的得到更大的回报，让我的财富滚雪球滚得更快更大。那如果你也想更加准确的掌握买入10倍股的方法，我专门还有另外一个影片针对这个主题更加详细的讲解，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那你又能想到哪一个公司盈利增长很快，现在 PE 又不高甚至很低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集思广益。
看到现在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